全球冰封第66天，爆破小组把500公斤炸药进行捆绑，并且设置引爆模式。只不过这么重的炸药，想要从2公里的距离扔到庇护所跟前，难度十分巨大。不借助工具的话，普通人根本想都没法想。史大勇咧嘴一笑，然后手脚麻利地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作战服。梁月惊讶地看着他，不知道这个大个子想要做些什么。如此寒冷的天气，他竟然脱得只剩下一个4角裤衩了。但是下一刻，史大勇就告诉了他这么做的原因。他的身体每一块肌肉都像是有蠕虫在爬一样，开始扭动起来，然后整个身躯缓缓地膨胀，一层银色的毛发也从毛孔当中生长出来，口中生出了尖牙，手指变成了锋利的爪子。史大勇变成了一个身高2丈的银背巨猿。史大勇抱住那捆炸药，直接将它投掷了出去。那炸药如同炮弹一般朝着庇护所飞去。按照吴院士的计算，它刚好可以在到达庇护所周围50米的时候爆炸。这个当量，哪怕是不能够直接在庇护所炸开一个洞，也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只要这一次能够成功，接下来他们就可以持续进行这样的攻击。毕竟他们基地里有足够的炸药可以消耗。那一捆炸药从远处飞来，目标太过清晰，张毅通过监控一眼就注意到了。原来是打算这么玩，张毅瞬间明白对方的目的是什么了。他来到炸药飞来的方位，右眼瞳孔之中闪过一抹白光，随后一扇巨大的次元之门在庇护所的上空展开，竟然足有数十平米那么大。与此同时，他对异空间内也进行了分割，将储存物资的区域与准备接收炸药的区域划分开来，避免这部分能量把自己辛苦攒下来的家业给炸坏了。那捆炸药精准无误的以抛物线的形式落入异空间之内，张毅心念一动，便观察起内部的变化。结果这一看让他吃了一惊，因为那一大捆炸药已经开始出现了膨胀以及剧烈的能量反应。异空间的时间流速远远低于外界，但是时间依旧是流逝的，所以对于外界而言，这个过程并没有任何的区别，该发生的一切依旧会照常发生。下一瞬间，张毅的次元之门竟然直接被震碎，汹涌的能量在庇护所上空扩散开来，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即便是在2公里之外的梁月等人也是忍不住捂住了耳朵。可林峰几个人满脸喜色，成功了，这么做果然有效果。庇护所外面的爆炸声如同火山喷发一般恐怖，汹涌的火光冲天而起，那恐怖的爆炸即便是远远看去都会让人感到胆寒，整座庇护所都在震动。张毅也是被摇晃的差一点摔倒在地上，他艰难地稳住了自己的身形。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异空间竟然因为无法承受住过于膨胀的力量而被迫释放出一部分压力，这才造成了外部的爆炸。而这个结果也导致张毅短时间内无法再打开异空间，他能够感觉得到自己的异能被慢慢抽取了过去，修复异空间的门扉，而大部分爆炸的力量则是以纯能量的形态被封印在了异空间之中。这玩意以后也会有用得着的时候。张毅深吸了一口气，稳住身形之后，赶忙观察庇护所的变化，外面的玻璃上竟然都出现了一丝丝裂痕，虽然不深，但也有数厘米。他取出手机，小艾，汇报一下房子受损的程度。好的，已完成对房子整体的分析，西南角出现损伤，破损程度 22.6%。由于炸药是空爆，而且大部分的力量被吸收掉了，所以造成的伤害还算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如果此时从外部看去，能够观察到庇护所的外墙掉下了一大层墙皮。同样的攻击，他们必须精准的在同样的位置再爆破3次才有机会炸开堡垒，这也就要求他们必须从同样的位置发动攻击。不过他们已经消耗了1000公斤的炸药，手中的炸药应该是不足以再发动下一轮进攻的了。明白了，还有这种攻击手段吗？好，果然有些能耐。不过同样的手段不会让你们成功使用第2次的。张毅盯着窗外炸药飞来的方向，他已经确认了敌人所在的位置，来而不往非礼也，总不能真让他们以为他张毅只会被动挨打吧。想要从远处把炸药精准的投掷过来，那处矮山的确是最佳的地点。不过张毅现在用不了异空间，因此还无法进行反击。不过他知道这些家伙尝到了甜头之后，还会继续以同样的手段进攻。异空间可以吸收的攻击能量是有上限的，这一点算是给我提了个醒。不过这个问题不算很大，因为次元之门被破坏，却不影响异空间的本体，只需要利用体内的异能慢慢恢复就好。张毅望了一眼远处的那座矮山，然后缓缓退回了地下。接下来哪怕是西山基地的士兵把地表以上炸平了，张毅都不会出来，他得等待自己的异空间之门恢复，这可是他如今最强大的防御和反击手段。矮山之上，林峰通过望远镜看到庇护所的半面墙壁上出现了明显的伤痕，墙体脱落了很大一部分，可是整体依旧坚固，丝毫没有坍塌破裂的迹象。林峰倒吸了一口冷气，那可是500公斤的炸药啊，哪怕是一座30层高的大楼都会顷刻间被毁掉。吴院士走过来看了2眼之后，悠悠地说道：“这不科学，根据我们的测算，不可能只是这种效果。”可是他话音一转，不过以人力的方式把炸药投掷过去，本身就是一种原始的方法，无法让炸药达到最佳效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大部分爆炸的力量也被张毅用异能给吞噬掉了。听了吴院士的话语之后，周围的所有人眼睛里露出惊骇的神色。吞噬？他可以吞噬掉如此大当量的爆破力量吗？史大勇、郑雪荣和梁月的目光满是惊讶，他们都是异人，而且都是非常强大的异人，但是他们自问身处如此可怕的爆炸中心也是必死无疑，更别说吞噬掉一部分爆炸的力量了。张毅他果然非同凡响，梁月心中暗道，郑雪荣则是忧心忡忡地看向林峰，如果这是真的，岂不是说我们很难攻陷这座庇护所了？那倒不至于。
林峰把望远镜递给他，还是造成了不错的效果的，只不过需要再来几次才能彻底炸开一条口子。而且你们也用不着太过害怕，此人的防御力十分强悍，可他一直躲在里面不敢出来，只能够利用狙击枪作为进攻手段，这就说明他善于防守，却并不善于进攻。众人点了点头，对于林峰的分析都认为十分有道理。如果让一个人攻守兼备，都拥有逆天的能力，那他简直不应该存在这个世界上了。那么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这次带来的炸药可不够用的。史大勇问道。他们的交通工具只有一辆雪地摩托车以及10几辆狗拉雪橇，一次性运输1000公斤 TNT 炸药已经很艰难了。林峰说道。不着急，我们先回去，然后派人去基地取炸药来，留下几个人轮流在周围看守动向，别让庇护所里面的人给跑了，咱们陪他慢慢耗下去。没有炸药，那么就对这座庇护所毫无办法。林峰很清楚这一点，攻坚战往往都会持续漫长的周期，这点耐心他还是有的。于是林峰开始对特战队进行安排，每天24小时轮流3个人一组监视着庇护所的动向。另一方面，林峰则是亲自回去押送炸药，至于其他人，先回到徐东村休整一番。众人分头行动，而张毅为了以防万一，暂时放弃了地表2层的建筑。这样一来，哪怕对方手中还有炸药，最多也就突破地表，却不可能突破防御力更加惊人的地下空间。来到地下之后，家里面的女人们都紧张地过来询问张毅战况。张毅哥哥，外面现在什么情况啊？刚刚那声音简直像是天塌了一样。周可儿走过来，一脸担忧地询问道。其他几个女人的神色也有些不安，生平之中，她们还是头一回经历如此恐怖的爆炸，即便是在地下室，又经过了降噪功能的过滤，可是整座庇护所被爆炸所冲击，都产生了明显的震动。张毅安慰他们道，用不着担心，地下的防御力比地上2层还要强大，他们短时间内是无法威胁到这里的。我猜测他们携带的炸药也没剩多少了，对我们的攻击也快要停止。至于下一轮他们再来进攻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要怎么对付他们了。张毅微笑的样子让他们安心了不少。不过张毅并没有解释异空间的问题，自己的能力是秘密，如果没有十足的必要，他不会告诉任何人。张毅在地下室等待了许久，却没有再感受到对方的攻击，别说炸药攻击了，就连普通的枪火都不见了。张毅终于可以确定，对方手中的炸药已经消耗完毕，而从这里到西山避难所有50多公里的距离，哪怕他们现在就回去取，如果负载上千公斤的质量，也得花费大半天。张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一边通过监控观察着外界的情况，一边吃着美食补充体能。异能的能量来源主要是食物，现在张毅的次元之门被毁，必须消耗异能来恢复，所以张毅得吃很多东西才可以。另外一点是关于外界的那些监控，经过那次巨大的爆炸，周围10几栋别墅都被冲击波炸成了废墟，监控也被摧毁殆尽，只有内置在庇护所墙体里面的大部分监控仍然在正常运作。好在爆破损坏的墙体面积不算太大，不会干扰到张毅的视野，这样一来，对方就没有办法将张毅彻底变成瞎子。张毅看着屏幕中的上百个监控画面，目光冰冷地望向矮山的那个方向。下一次你们再来，我可就不会这么简单的对付你们了。张毅掏出手机，发了条消息给徐胖子，询问他徐家镇那批部队的动向如何。没过多久，徐胖子的消息就回了过来。老大，刚刚你们那里的动静吓死个人了，那爆炸的声音，我甚至怀疑云雀庄园被炸平了。呼，还好你没事啊，万幸万幸，那些士兵回来了不少，我看到有的人离开村子往西边去了。张毅看到徐胖子的消息之后，心中立刻明白，情况与自己所想的一样，他们是回去取炸药去了，其他人在干嘛？还能干嘛？回来休息呗。干，看他们这个状态是打算常住下去了，一回来就要吃要喝的。徐胖子的吐槽让张毅嘴角露出一抹深邃的笑容。如果自己这座庇护所久久攻不下来，那么最倒霉的一定是整个徐家镇，因为那里已经被西山基地当作是自己的据点了，而他们则会要求徐家镇所有人供奉这60多号人的吃喝。张毅并不同情他们，反而是有些期待他们会不会决裂，然后闹起来。很好，你继续帮我打探消息。张毅对徐胖子说道。徐胖子却有些担心的说道，老大，他们的部队挺精锐的，里面还有好几个异人，你能对付得了吗？当然，张毅淡淡的说道，语气当中充满了自信。他们的进攻手段已经被我彻底拿捏了。此时张毅最庆幸的就是自己那天晚上当机立断干掉了那个能穿墙的女艺人，否则的话，他最依赖的固若金汤的庇护所就彻底成了一个笑话。至于其他艺人，他们的能力再强悍又能如何？还能比得过500公斤的 TNT 炸药吗？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我又不出去跟你打，管你有多厉害呢？有本事你进来啊！张毅狗的是心安理得，他再次提醒徐胖子：胖子，徐家镇并不安全，你要记得时刻提防那些人。如果有一天你察觉到有危险，可以随时到我这边来，哥哥会保护你的。徐胖子这么好用又听话的工具人，张毅可舍不得他有事，而且多一个艺人在身边，他也就多了一份战力。万一哪天需要正面冲突的时候，徐胖子这搅屎棍的能力绝对能让对方狼狈不堪。徐胖子感动的点了点头，谢谢你，老大。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一定过去投奔你。言外之意就是现在还不行，毕竟徐胖子还有心中依恋的人，徐丽丽，那个他仅仅见过几次就引以为白月光的女孩，这个你自己看着办吧。张毅也不勉强，这种事情由他自己决定就好了。二人结束了通话，张毅一边吃东西，一边享受着身旁2个美女的服侍。过了一会儿，他又接到了尤大叔的来电，原来尤大叔隔着老远都听到了这边爆炸的声音，所以打电话来询问张毅情况。张毅淡淡一笑，尤大叔是他最信赖的人之一，二人是真的有过命的交情，他也不隐瞒，就把西山基地正在进攻自己的庇护所告诉了尤大叔。什么？他们凭什么进攻你？尤大叔听完之后义愤填膺，难道他们的职责不是保护我们吗？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尤大叔听到有部队进攻张毅，心里面难以抑制住怒火。张毅淡淡一笑，不以为然的说道，尤大叔，现
现在的他们和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末世是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的。活下来的这批人只是武装组织，他们也只效忠于自己的组织，你明白吗？除了组织纪律更加严明，以及出身于末世之前的官方机构以外，他们和我们当初灭掉的天河帮、黄狼帮没什么区别。大家为了更好的活着，本身就会互相争夺物资，乃至于厮杀，我都习惯了。张毅说的云淡风轻，可由大叔却听得陷入了沉默。对他而言，这件事情是个不小的打击。过了一阵子，他坚定地说道：“张毅，你等着我过去，遇到这么大的事情，我必须要去帮你。”